不相信，我不要再相信男人的鬼話了。這一輛2次小改款後的 Vitara 就具備了 Level 2的主動駕駛輔助系統，所以呢，我在這個時候就已經打開了 LKA 車道維持輔助。你看，上次 Gemini 它就是有加力箱，我就看到那個之後，我现在又看到你這排檔後面有一個按鈕，佯裝的音量鍵，但它就是個非常惹不起的切換模式。那個瀑布你真的拍了好久哦，還好吧？開最強，拜託，還把鼻涕粘在我衣服上面，真的是很沒禮貌。還好吧，仙女的鼻涕都是香的 ，OK。真的敢講說自己是仙女哦，我跟你講，接下來行程呢，就由我來安排好了。不然自從我把行程交接給你，有一些地方你都會去一些哦，我真的是心靈承受不起的上山啊、下海啊，哦，我真的先沒辦法。不是說仙女嗎？總是要去一些會升天的地方啊。刚剛是真的差一點升天的，等到升天。我跟你講，等一下我們就往關西小鎮的方向前進好了。好啊。雖然說這次 Vitara 是第2次小改款，在主動駕駛輔助系統啊升級成 Level 2，很合情合理。就性能上來講也是相當戶外啊。但這兩個不覺得有點衝突嗎？又城市風情，又野外感，這個怎麼合在一起啊？哦，像你剛剛提到主動駕駛輔助系統，確實，因為我們在高速公路上開啟就可以更加輕鬆的駕馭，降低駕駛者的疲勞。那越野的性能，這輛車也同樣的保留。原廠為了要讓這輛車更符合都會使用，特別在外觀的部分就進行了調整，讓它的視覺呢可以更加符合都會形式。主要來講就是水箱護罩，之前的版本採用直瀑式的鍍鉻飾條，那這一次呢特別換成橫置式的，而且還會聯動 LED 大燈裡面的裝飾，看起來更加的一致性。那另外，原本在設計上面大量採用仿刮材質，那這一次呢，原廠特別把這個部分的比例降低了，改用高亮黑的漆面來呈現車頭的部分，看起來都会感就會提升。沒錯沒錯。另外有一個重點就是兩側本來是有霧燈，看起來就會非常的粗獷嘛。那這次特別把霧燈取消了，保留了原本的日行燈之外，車尾的部分還特別採用了一體式的尾翼，增加流線感，並且在輪圈方面採用了雙色削切的旋風造型。不過我認為有一個小細節在調整上面很有趣，如果看到之前的版本，就會發現車身名牌上面比較繁複一些，這次特別進行了整合，只留下 Vitara 跟 Hybrid 這樣子的字樣就讓它精簡化，但是又帶一點都會感。對啊，那我覺得這一些細節上的調整都是要讓 Vitara 這輛車可以有更多的使用面貌，在關西小鎮行駛的非常的合情合理，但是往山上走不會覺得有任何的違和感，這個就是設計的功力，它就可以做到在都會城市跑起來也適合，即使你今天野外也很適合。對啊，然後說到這樣子，我們現在往關西小鎮走，到底要去哪裡？去農場啊，我最喜歡去農场了。要去看動物哦？才不是不是刚剛沿路看到有非常多，就是可能有些人在種橘子啊，或者種一些蔬果啊，可以就是捕獲一下。我想說你也該捕獲了啦。捕什麼獲啊？怕你肚子餓到，天氣冷肚子很。所以關西我們是要去採仙草嗎？很香你有聞到嗎？有啊，這樣子的距離就可以聞到番茄的香味。紅色是可以摘的，那你知道要怎麼摘番茄嗎？对啊，我們不是没有剪刀嗎？对，用手低頭跟风位用折的用把它折下来。对，所以摘番茄就不是用剪的咯？不是，因为剪刀上面可能都会有一些植物的病菌，這樣會讓番茄受傷感染。還蠻好摘的怎麼用？等一下，我教你，然後我摘不下來。剛好有一個結的地方，稍微撥一下它就斷掉了。我覺得你很上手我也會了，是不是一下就下來？很簡單，就是折一下就好。黃色的番茄，這個上面寫說是意大利黃金番茄，你後面的好像是日本黃金番茄。我要採日本黃金番茄。好啊。哇，我這個更橘一些，日本的品種更橘一點。
这种黑色的番茄叫做黑天使番茄，是不是啊？沒錯，而且你要看哦，黑紅才是熟的才能採，那如果是黑綠，代表還不熟哦，所以要看一下哦，這樣才可以啊。懂了。這吃起來不知道是什麼口味。為什麼我們每次開到Suzuki的車都會來農場？真的哎。對啊，上次是採草莓嘛，這一次是採番茄。這個季節雖然是採草莓的季節沒有錯，但是採番茄真的是沒有體會過啊，想說就可以來試試看啊。第一次踢到採番茄的農場。沒錯，金牛番茄農場它很特別，可以說是番茄聯合國。它有多達30種不同的國家、不同的品種的番茄，在這邊通通都找得到。哦，而且它這邊腹地超級大。對，是真的蠻大的，而且啊，能夠採的番茄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。沒錯，如果沒有看到的番茄，其實我們就可以用買的。它還有甜椒，這邊最特別的其實它還可以採甜椒。還有甜椒？对啊，你喜歡甜椒？我超愛吃甜椒的。真假？啊，這個季節沒有哦。這個季節沒有，這個季節就沒辦法。可是你可以用買的，外面有超多甜椒的啊。那我幹嘛採那麼多番茄？不是吧，番茄也是要吃的呀。我當然是把錢留給甜椒啊。再多採一點唄。採番茄，你是買超級多甜椒，一整箱啊！都買啦。哦，哇，有沒有？375公升的後車廂，如果座椅放倒之下有710公升，很寬敞哎。對啊，所以如果以跨界休旅來講，這樣子的空間其實是綽綽有餘，沒有錯。那我們來吃番茄，快點！我買了奶油番茄，這大顆的給你。所以生吃？直接吃。啊，不然呢？你要炒菜哦。那生吃的話，這到底算水果還是蔬菜？可以吧？好吃就好了。這口感怎麼那麼特別？它很綿密耶，它不是脆脆那種哎。如果它是蔬菜的話，我現在這樣吃算生菜沙拉嗎？還是這樣吃好了？我覺得農場應該很歡迎你的到來。怎麼說？因為你每次回去都會抱一大箱水果啊。拜託，這個還就只是番茄啊，這一些東西。如果這件事有高麗菜，我跟你講，我不知道會抱幾顆回來。天哪，你真的很誇張啊！那麼多你吃得完嗎？吃不完，也要想辦法吃掉它。不是啊，你現在看那個天氣有太陽，但還是好冷。我調一下暖氣。我發現啊，它這個內裝的設計啊，其實非常直覺而且它這種實體旋鈕啊，使用上也比較順手你現在知道了吧？實體旋鈕的重要性。像之前啊，有一些車款把所有的資訊全部都丟到熒幕裡面用觸控，當然整個中控台看起來更加的簡潔，但是在實用性上面就會略減，因為許多的資訊你就要進到熒幕裡面去找嘛，反而會增加行車上面的危險。所以歐盟最近的法規調整也會特別針對這一點。那像 Vitara 它就保留非常完整的空調面板，這一點很好。不過這一次2次小改款之後啊，它在中控台上面的調整主要分成2個部分。第一個就是啊，你現在看到有3個空調出風口嘛，原本的版本只有2個，中間是一個小時鐘啊。好可愛哦！那這一次把小時鐘拿掉，換成了出風口，主要來講就是因為下方的螢幕換成了9寸，而且有非常清晰的時間顯示了，所以就不需要無謂的重複。再加上中央觸控螢幕還具備無線的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， 在操作上面也會更加的便利。我發現他們這次座椅的設計也還蠻不錯的，因為它的材質其實坐上去蠻柔軟的，而且如果像天氣比較冷的話，坐上也不會有那種冰冷感。然後還有那種菱格設計啊，也是蠻時尚的啦。就是一些小小的巧思放進車輛當中。尤其啊 Vitara 這一種切紋，在其他的車款上面就會是相對比較少。再加上雙材質的拼接，看起來的設計感其實都有到位。沒錯，還有那種白邊縫線。所以說 Vitara 就是一輛可以兼顧日常行駛和戶外生活的跨界休旅。好啦，我終於相信你一回了，真的是從良了啦。現在這樣做起來真的沒有我想象中的可怕，我就是一直自己在嚇自己呢。你現在才知道啊？不是啊，那我現在心情就是还是有受到一點影響啊。雖然說有安撫下來，那我覺得再來的行程應該是要去一個比較放鬆的地方。要去哪裡？
日式建築，没錯，警察局長宿舍群。其實在這邊，它是1912年建成的，改建成咖啡廳啊。你看，完全是日式木造的結構，保留的蠻完整的。原來我們這次的路線都是走一些比較鲜為人知的秘境，就是比較安靜派的，就是比較不要那麼激動的。哇！有没有看过《烏龍派出所》？有啊，警察都要騎自行車，有没有？經典的吧？像哪路的模糊机啊？你很像哎，對啊，他就是他的鐵馬。對啊，所以以前的警察其實巡邏就是都會騎。在這裡，其實你也可以感受到早期警務人員執勤的樣貌跟生活形態啦。而且跟你講一下，像這種建築的小故事。哦，有什麼小故事？因為這是警察宿舍，對啊，所以呢會在回廊的地板上面做特殊的設計，走過去會有聲音，這個叫音聲地板。為什麼要有這個設計？防止外人入侵。這個很細耶。對啊。哇塞！所以無論是建築，又或者是我們去的地方，都有一些很值得發掘的小細節，讓這些景點變得更加的豐富。車款也是這樣，像我們這次所試駕的這一台 Vitara， 你會發現它變得更加的親切，包含它的配備啊，過去期待的，現在這輛車上面都有了，不論是 Level 2、Apple CarPlay 等等的。但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它本身的本質和它的實用性，不論是4輪驅動，或者是說在城市裡面遊走，又或者是到深山裡面。這一次的路線開這台車就非常的適切，具有城市風情又非常 outdoor 的感覺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如果這樣子的車變成電動車會變怎麼樣呢？很令人期待哎。因為之後會有一台叫做 e-Vitara 的電動車上市，我們應該可以試駕吧？我們可以試駕吧？可以吧？很期待哦。